魏无羡又爬上了蓝忘机的床，他将两手撑在蓝忘机的颈侧，整个人与他贴得极近。蓝忘机似乎只短短的怔愣了一瞬，那对浅色的眸子就重新恢复成了古井无波的样子。他淡淡道：下去。魏无羡道：不下。果不其然，魏无羡又被蓝忘机掀了下去，然后塞进了他自己的被窝里，无言地看着天花板。魏无羡想不出来蓝忘机到底是哪根筋不对了，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来，干脆也就不想了。他在黑夜里搭话道：那个韩光君啊。蓝忘机缓缓睁眼：何事？魏无羡道：我喜欢男人的，你这样俊美的男子非要和我睡在一起，很难不让我对你产生什么非分之想啊，这传出去对你的名声多不好啊。魏无羡偏过脑袋看着蓝忘机：所以你还是放我走吧。蓝忘机道：不放。软硬都不吃。魏无羡终于没有辙了，只好无奈问道：为什么啊？蓝忘机喉头微动，他顿了顿，忽然道：手，别乱动。魏无羡却并没有收回他游走在蓝忘机胸膛上的手，反而变本加厉，不轻不重地在他触感极佳的肌肉上揉了一把。蓝忘机低吸一口气，魏无羡趁蓝忘机还在发愣摸了个爽，由衷地赞了一句：韩光君，你练得不错啊。魏无羡撒泼打滚的劲儿又回来了。真的，我可是段秀，看男人的眼光还是不会差的。蓝忘机浑身僵硬。蓝忘机发现他前几日似乎有些腰疼，所以这几日便没有使用定身术，只在房间外设下了结界，不让他逃走。魏无羡还在摸，他一边摸一边夸道：真结实。见蓝忘机没有说话，魏无羡眼珠一转，忽然伸出另一只手，一把抓住蓝忘机的手腕后，不由分说的就将之按在了自己心口上。蓝忘机的瞳孔一阵骤缩，魏无羡兴奋地蹭过去，真诚道：真的，不信你摸摸我的。惊愕无比，蓝忘机下意识的就想缩回手，魏无羡却把他按得很紧。慌乱之下，蓝忘机竟没有把手抽回来。蓝忘机咬牙道：你。魏无羡却对他的声音恍若未闻，对他的挣扎视若无睹，只盯着他的脸，神秘兮兮的道：咦，什么？蓝忘机竟结巴了一下。此时魏无羡一只手按着蓝忘机的手放在自己胸口，另一只手依然放在蓝忘机的胸膛上。他沉默了一下，而后看着被窗外月光笼罩着的蓝忘机，问道：韩光君，你的心跳怎么那么快？莫名其妙的，魏无羡忽然觉得有点热。来不及等蓝忘机的回答，他二话不说的就把手从蓝忘机心口处抽了回来，同时放开了另一只抓着蓝忘机手腕的手。蓝忘机感受到手腕上的力度一松，抬眼看了看魏无羡，只见他的表情似乎有些不自然，眼神也在闪躲着。蓝忘机沉默了片刻之后，慢慢的把手抽了回来。魏无羡不动声色的挪了挪屁股，躺得离蓝忘机远了一些，这样一来，两人的胳膊就没有像最开始那样挨在一起了。魏无羡闭着眼睛，强迫自己眯了一会，可还是觉得燥热不休，汗流不止。于是他认命一般的睁开眼，侧过头唤道：韩光君。蓝忘机一睁开眼睛：怎么了？魏无羡道：我出汗了，我要沐浴。沉默一阵，蓝忘机道：我去打水。魏无羡忙道：不用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我自己去打就可以了，你不用管我的。蓝忘机坚定道：无妨，我去打。魏无羡还想再说什么话，蓝忘机却已经一声不吭地从被子里坐了起来，披上了他的白色外衣，下了床。看着他宽厚的背影，魏无羡感受到了自重生以来第一次因对蓝忘机的所作所为而产生的一点愧疚。他穿着汗淋淋的寝衣靠在床头，有些呆愣地看着房门，等蓝忘机回来。估摸着时间，魏无羡登上靴子，拿上换洗衣物，走到了浴桶旁边坐着。只不过还没有等到蓝忘机回来，魏无羡却趴在浴桶边上睡着了。于是在蓝忘机推开门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了衣襟敞开，裤腿卷起的那个人趴在浴桶边上安静睡着的样子。他敛了气息，缓缓走近，慢慢地把手里的水桶放下，然后看着魏无羡此时显得乖巧无比的睡脸，无奈地摇了摇头：还是早些把他抱回床上去吧。蓝忘机想，
可是，在蓝忘机的手刚环上他的背时，他却忽然改变了主意。他是真的出了很多汗，就这么睡，怕是会感染风寒。要不……想到某个场景，蓝忘机的手忽然轻颤了一下，眼睛都睁大了些。窗外的月亮已经高高挂起，屋里的月光似乎变得更亮了。这层清冷柔美的月光携着星辰照进来，让浴桶里的水浮上了一点流动的波光，也让这个房间里静静地坐在浴桶里的人，和他身旁垂着头发为数抹额的白衣男子，看起来美得就像一幅画一样。蓝忘机是背对浴桶坐着的，他没有为他擦拭，只是让他静静地在浴桶里泡着。他看着被魏无羡揉得乱乱的床铺，听着身后那人传来的均匀呼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直到一阵水声忽然慢悠悠地打破了这安静的空气，蓝忘机放在膝头上的纤长手指不受控制地蜷了一下，就连他的呼吸都似乎停滞了一瞬。他的双眼有些怔愣地盯着前方，耳朵却死死地听着身后的动静。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终于听见了水面波动的清脆声响，和那人带着睡意的喃喃声。我这是……魏无羡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身旁的蓝忘机，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下的情形，无意识道：咦，我怎么就洗上了？我怎么记得我睡着了来着？咦，蓝湛，你怎么在这？他终于注意到了身旁沉默不语背对着自己的蓝忘机，惊讶的差点在水里转了个圈，语调都情不自禁地拔高了一些。蓝忘机雪白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番，虽不自然，但却很坦诚地回答道：你睡着了，我帮你洗。本以为魏无羡要嘲笑自己趁人之危图谋不轨，趁虚而入，结果他却只反问道：帮我洗？蓝忘机道：是。魏无羡道：背对着我，让我自己泡着？我的衣服你脱的？终于没有办法再面对他的问题，本就自知理亏的蓝忘机一挥衣袖站了起来。你记醒了，便自己洗。说完就要离开。魏无羡看他被自己逗得受不住要走，立马伸出自己湿漉漉的手，一把抓住了蓝忘机的袖子，一边往回拽一边陪笑道：好好好，我不逗你了，别走呀。魏无羡见蓝忘机的步子停住了，立马连连保证：真的，我不逗你了，坐下嘛，聊聊天也好呀。蓝忘机轻叹一口气，终于还是重新背对着他坐了回去。见蓝忘机不走了，魏无羡嘿嘿的就笑了：对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蓝忘机不去理他的轻佻言语，只道：皂荚在你手边。魏无羡撇过头一看，果然看见了一盒皂荚，还有码的整整齐齐的衣服和布巾。他把皂荚拿在手里，往自己胸口搓了2下，笑道：谢谢你啦，韩光俊。魏无羡搓得正起劲，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蓝忘机发出的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等他把上半身都打上了泡沫，准备搓搓腿的时候，蓝忘机说话了，他涩声道：不必。等魏无羡把衣服穿好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他随手擦了2下自己的头发，想了想，还是斟酌着对蓝忘机道：那啥，韩光俊，我这头发湿湿的，要不还是不跟你挤一张床了吧？蓝忘机看着他尚在滴水的头发和湿湿的贴着单薄寝衣的胸腹，默不作声地移开了眼，只淡淡道：你睡床。魏无羡推辞道：不用不用，把你的衣服蹭湿了多不？我不睡。蓝忘机却小声打断了他的话，愣过之后，魏无羡忙道：这怎么行？可是不等他再问，蓝忘机已经慢慢地走在了桌子旁，端正地坐在了桌子面前，看起来是打算静坐到天亮了。这下魏无羡是真的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了。跟着蓝忘机下山的这几天，魏无羡一直都心安理得地捉弄着蓝忘机，爬床钻被窝，摸胸脱衣服，怎么恶心人怎么来，就想着他快点一剑把自己劈走才好。可是魏无羡却发现，现在就算他再怎么胡来，蓝忘机都没有像从前那样生他的气了，反而还把他闹出来的残局一件一件的全都收拾好，甚至无微不至的一直照顾着他。就算是再厚的脸皮，魏无羡也有点顶不住了。默默想了这么多，魏无羡忽然把脚一蹬，哒哒2步来到了蓝忘机身边的椅子上，二话不说就一屁股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蓝忘机眼帘轻抬，魏无羡若无其事一般倒了2杯茶水，一杯递给他，一杯端到自己嘴边，悠悠地喝了一口之后，理所当然道：“那我也不睡了。”蓝忘机垂眸看了一眼他递过来的茶水，然后抬起眼看他，声音淡淡的：“你不必如此。”魏无羡却假装没有听见，笑着蹭过去，开心道：“咱们来聊天吧，秉烛夜谈也好，促膝长谈也好，反正你不睡，我也睡不着。”这话当然是假的，魏无羡就是故意这么说的。他从来都是一个人睡的，怎么可能要和别人一起睡才能睡着呢？听他这么说，蓝忘机眼神微闪，握着茶杯的手指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他抿了抿唇，似乎想说什么，沉默片刻之后，却还是什么也没有说，算是默许了他的话。见他没有拒绝，魏无羡立马舔着脸蹭过去，嬉皮笑脸道：“韩光俊，你真的不讨厌我？”蓝忘机轻轻叹了一口气之后，与他对视，无奈道：“我为何要讨厌你？”魏无羡脱口道：“这还用说吗？我从前……不是，我听说你不是最雅正端方、最明仪之理的吗？我又是最没脸没皮、最顽劣跳脱、最不修正道的人，你该讨厌我的呀！”及时的把我从前对你干点什么你都不能忍收了回来。魏无羡有些紧张地看着正端起茶杯在喝茶的蓝忘机，等着他的反应。只见蓝忘机在听到他说我从前的时候，虽然脸上的表情并没有过多的变化，但不知道是不是魏无羡的错觉，他觉得蓝忘机的眼神里在那一瞬泛起了一层隐隐约约的柔光。